深更半夜，公公偷偷溜进儿媳的房间，看着年轻貌美的儿媳，他忍不住的上手摸了一把，不料这一举动竟让儿媳惊醒。公公见状也不装了，直接摊牌扑了上去，吓得儿媳抓伤他的脸，趁机逃了出去。女人一路跑向荒山野岭，怎料身后的家丁却穷追不舍。慌乱中，他躲进附近的坟地。家丁由于迟迟找不到人，便也只好先回去跟老爷复命。而女人却不敢松懈，继续往前跑。终于，她翻过一个山头，看见了一间小房子。她本想进去讨杯水喝，不料进去后却看见满屋子的骨灰坛，吓得女人连连道歉，表示自己无意打扰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希望各位大哥能让她在这里暂住一宿。而此时点亮小红心，留下大吉大利，都能够赶走霉运的好运连连。随后，女人由于太困，便趴在桌子上睡去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却发现面前多了个驼背的男人，吓得她还以为撞见了鬼。而男人则表示自己是他白天帮忙解围的那个男人。原来男人名叫阿牛，在村里是一位捡骨师，就是将那些客死他乡的无名骨收集起来，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认领。但由于阿牛是个驼背，还长相丑陋，所以村民们都不待见他。这天村里的小孩又在欺负他了，朝着阿牛的脸上扔鸡蛋。好在这时女人及时出现，帮他解围，还好心帮他擦去脸上的污秽。阿牛将这一恩情深深记在心里。听完阿牛的话，女人也终于回想起来。阿牛好奇他深更半夜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。女人告诉他自己名叫阿秀，原本是邱家大少爷的童养媳，怎料成亲当天邱少爷却突然离世，他也只好继续留在邱家。说好听点是邱家大少奶奶，实际上是等同于丫鬟的存在。这天邱老爷的好友看见阿秀长得年轻貌美，于是便趁机怂恿邱老爷干脆娶她做小老婆传宗接代。反正当时阿秀也没和他儿子拜堂，于是便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阿牛听后非常同情阿秀的遭遇，并询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阿秀打算去南方寻找他的亲生父母。随后阿牛找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让阿秀换上，让他安心留在这里过夜，明天一早他再送阿秀出村。另一边的邱老爷认定阿秀此刻肯定还在村子里，于是命人将村口的各个入口封锁。果然隔天一早，家丁便发现了阿秀的踪迹，轻轻松松便将他抓了回去。邱老爷看见他身上的男装，以为他在外面有了男人，于是打算将阿秀进猪笼。本以为阿秀会交代在这，不料此时意外却发生了。